利物浦将帅失和告别争冠，腾胜开创4060显卡神阵，切尔西绝杀被吹，又是一个充满了故事的夜晚。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赛后情书。我们先说利物浦，打平西汉姆，基本可以宣布利物浦告别争冠了。少赛2轮的曼城比他高了1分，少赛1轮的阿森纳要比他高2分，怎么追都追不回来了。特别是曼城，这么多年没见他这么大失误过。接任务方面，我们没必要再细细分析利物浦的问题，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每次都大同小异，防空漏洞、进攻关键球员乏力，这都是这个赛季的问题，但是已经不是现在可以解决的了。我们就来说一说萨拉赫和克洛普的争执。其实这哥俩早就有苗头，可能利物浦球迷会有印象，今年揭幕战切尔西面对利物浦，当时扎叔也是把萨拉赫换了下来。然后萨拉赫非常不满，下场的时候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从那以后，克洛普基本没有将他换下的时候了。我个人推断呢，去年夏窗沙特接触萨拉赫，利物浦留下他应该是给了些许承诺的，比如出场核心地位等。那么萨拉赫也是放弃了沙特的超级大合同，选择再战1年，所以他的心态肯定会有所改变。每当他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他就会想，那我为什么不去沙特呢？你克洛普和俱乐部为什么要留我呢？随后产生了一些心态失衡。好巧不巧，今年萨拉赫状态从非洲杯后一塌糊涂，最近几场更是史诗级的反向表现。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克洛普也是在关键比赛中相信了他，可是结果并不好呀。于是今天呢，克洛普选择将萨拉赫拿出了首发。那么在催促萨拉赫替补出场的时候呢，引发了这一次冲突，非常的难看。甚至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克洛普已经在有所退让的时候呢，萨拉赫还在向前。要不是鲁尼斯拉着感觉今天萨拉赫是闹没完啊。前面铺垫了这么多，好像感觉我在给萨拉赫找借口啊。但是你要问我站谁，那我是站在克洛普这一边。我理解所有的超级巨星想要站在场上的心态，这种比赛的欲望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摆在明面上太不体面了。克洛普对于萨拉赫是有知遇之恩的，当时在萨拉赫和马内之间，克洛普也是明显倾向于萨拉赫，给了他顶薪，同时送走了马内，并且今年是克洛普在利物浦的最后1年，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克洛普救了利物浦。在他没来之前，这支英超老牌豪门过得甚至还不如曼联。罗哥带队那是神鬼莫测，现在他快走了，从当年的意气风发到如今的落寞身影，人老了，队强了，不管从哪方面，他都是球队的英雄。今年克洛普带队虽然只拿了一个卡拉宝杯，但是你看这个阵容，参考重建以及去年的成绩，就应该非常清晰的有一个认知，这个成绩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赛季末的崩盘人心浮动，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赛后克洛普也表示这件事已经在更衣室解决了。那么下场萨拉赫会不会首发，他很关键。明年萨拉赫会不会留下也很关键。如果留下，新任主教练又会如何处理他呢？斯洛特跟萨拉赫也来一个发布会吗？当然了这些都是说笑啊。说白了，只要说开其实没什么大事。但利物浦真得考虑考虑。克洛普都镇不住，斯洛特他能行吗？切尔西维拉这场球呢，巴迪亚希勒非常好，我是没想到的。球队客场不适应，先丢2分，但是今天好在车子扛住了压力，没有投降，而是奋起反击。虽然这个绝杀被吹了，但是好歹让人看到了年轻人的血气。这个判罚我觉得是有争议的英超当中，个人认为判进的概率要大一些。今年车模确实都没有从判罚上占到便宜。曼联1比1战平伯恩利这比赛最搞的是滕哈格，第二就是裁判。我们先说滕子，我见过加强进攻下中场上前锋的4-2-4、4-1-5，我也见过下前锋上后卫的5-4-1、5-5-0。瓜迪奥拉也玩过什么4-6-0等等各种阵容，但是今天我真是开了眼了，第一次看到4-0-6-0的阵容，哥们你组电脑呢，找显卡呢。边前卫换下中锋，中前卫换下后腰，无腰无锋阵，生平仅见，无敌中的无敌。说实话，今天要不是伯恩利这最后一传最后一射处理的太差，不是奥纳纳再次天神下凡，你哪只丢1个球你中场你要输伯恩利不过曼联踢的菜不是裁判不给判点的原因，3个争议点球，50%对50%你也得给一个吧，愣是一个都不给，也不知道是不是换老板了不认人了。格雷泽还有这功能吗？去年的千里护球是吧，都记到现在，但是曼联在今年判罚上还真没占到什么便宜。除了联赛面对狼队那场球是有些许争议之外跟热刺罗梅罗禁区手球犯规没吹，转过来万比萨卡吹了一个，踢阿森纳绝杀被吹，跟考文锤是一样的。考文锤呢吹了他的绝杀是黑哨，曼联就是该。曼城2回合降龙18掌战役18跌确实曼城我们没这个犯规也踢不过不谈了。跟利物浦倒是没什么争议，今年他也挺难，只能说曼联控制了英足总，这话以后就别说了，太假了。说实话，现在你说了你也不信了呀，这判罚摆在这儿呢。还好联赛现在无欲无求就当攒士气，下边就2场比赛是硬仗，拿下阿森纳提提劲儿，对吧？证实一下咱有英超冠军的水平，相当于英超决赛赢了阿森纳，对不对？怎么着也是个第2，干掉曼城，再拿个足总杯冠军这个赛季结束滕哈格我们一笔勾销。